2024韩国最新恐怖单元短剧《恐怖星期一》，该片由5个短小精悍的都市怪谈组成，每个都细思极恐、不寒而栗。喜欢深夜看恐怖片解闷的小伙伴，请做好准备，咱们现在正式开始。静谧的午夜时分，所有人都已酣酣入睡，唯独我还在无奈地对着电脑发呆。我是某网站的108线恐怖电影解说员，因为明天就是恐怖星期一交稿的截止时间，可我却财思枯竭，无从下手。为了不辜负默默关注我的12345个粉丝，我唤醒了陪伴我2年之久的2手智能音箱。果真，小爱同学才是最听话的机器人管家。我一声令下，他就娓娓道来了第一个故事。这个男人刚回老家参加完葬礼，就连夜开车向着公司总部驶去，眼看再开200公里就能抵达目的地。可这2天的睡眠不足，已严重影响了他现在的开车状态。安全起见，男人决定停下车小憩一会，于是他便将车停在了路边空地，然后摇下座椅美美的睡了起来。却不知在这个一片死寂的地界，一些未知生物也在四处游荡。突然汽车莫名晃动了一下，男人被惊醒后赶紧起身查看，可这周遭分明就是空无一人。男人以为自己开车太累产生了幻觉，接着就又倒头睡了过去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车外却传来咚咚咚的撞击声，他急忙打开车内照明查看，这时撞击声又从头顶再次响起，而且速度也由慢及快地向着车尾逼近。可车后根本就没有一个活物，男人顺感后背发凉，同时莫名恐惧也涌上心头。此时的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没想到刚挂上前进档就看到了恐怖一幕。这一幕可把男人吓得不轻，还好他智商在线，荒郊野外出现如此尤物，肯定又是幻觉所致。为了确定刚才所见虚实，他再次鼓起勇气查看了起来。还好这次并无异样，这下男人才放松了许多。他长舒一口气，准备动身离开。诡异的是，汽车雷达却滴滴叫个不停，看来这周围又来了新的障碍物。他一脸诧异地望向前方，可眼前除了无尽的黑暗，根本别无他物。难道是自己的眼花了不成？男人本能地揉了揉眼睛。与此同时，警报声也戛然而止。那么这接二连三的怪事到底是幻觉还是幻觉呢？男人顾不上多想，只希望能尽快离开。结果刚起步，那个白衣女子就再次乍现车前。男人怯怯地抬头看去，发现对方早已没了踪影。就在他愣怔之时，车尾却传来一响。他急忙锁死全部车窗以防万一，然而还是没能阻止神秘力量的入侵。事后，男人神情恍惚地走向马路中央，同时那个白衣女子也突然现身。她轻轻一推，就帮男人搭上了新的顺风车。听完这个鬼故事，我脑洞大开，直接就将其稍加改动后写进了自己的文档。我满意的靠向座椅，就在我闭目养神、昏昏欲睡之时，一阵急促的门铃却突然响起。我急忙起身查看，可小爱同学却发出了瘆人的笑声。毫不知情的我打开监控，却发现里面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我以为这是调皮小孩的恶作剧，也没有当回事，就回到座位开始编写第2个鬼故事。可是写什么呢？我还是毫无头绪。于是我就又打起了小爱同学的主意，而小爱同学也是来者不拒，片刻之后就又说出了一个新故事。这个女大学生是刚搬来的新住户，她本想在这里安心学习，可楼上却总是传来奇怪噪音，扰得她心神不宁，就算戴上耳塞也无济于事。女孩忍无可忍，当即就决定找对方理论一番。结果敲了半天门也无人应答，她尝试性的扭动门把手，没想到房门竟被她轻而易举的给打开了。女孩没有多想，小心的夺门而入。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她边走边不停的打招呼。诡异的是，房子里却没有任何居住痕迹，那声音又是从何而来呢？就在女孩纳闷之际，一个惊天炸雷却突然响起。他循声过去查看，然而就在他打开门的一刹那，声音却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只有一个恐怖玩偶蜷在角落。难道他就是刚才的发生者吗？女孩好奇地走过去查看，没想到刚拿起来，新鲜血水就滴落了下来。女孩察觉不妙，急忙扔下玩偶，却发现手上早已被染成红色。等她想要离开时，已经来不及。此时恐怖魔音再度传来，女孩只感一阵后背发凉。她好奇地想要一看究竟，可是莫名恐惧却愈发上头。就在她纠结犹豫之时，那个被她丢弃的无名玩偶却幽灵般慢慢起身。结果下一秒，随着女孩的神秘失踪，那个瘆人的声音也由16变成了17。镜头再次来到玩偶这里，他又没事人似的坐在那里，静静等待着下一个好奇者的到来。故事到此结束，而我也再次将其写进了文稿的第2章节。我满意的靠在椅子上稍加休息，没想到耳边却突然传来小爱同学的声音。
结合刚才的故事，我被吓得脸色煞白。可小爱同学却说自己在开玩笑。面对如此智能的音箱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反而越想越后怕。因为它不光能识别文字，还能察言观色，甚至还能在没有呼唤的情况下自动开启。这显然有些不合常理。我赶紧来到卫生间洗了2把脸，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下。然而诡异之事却接踵发生，原本关闭的厕所门又自行打开。我瞬感不妙，急忙环顾四周，可空荡荡的房间除了自己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异物存在。不信邪的我以为这又是错觉所致，随后便继续让小爱同学讲恐怖故事。这天，小粉到闺蜜小辉家过夜。由于小粉天生阴阳眼，见过的鬼堪比吃过的米，于是小辉便让她讲个鬼故事来助眠。小粉担心会招来鬼，迟迟不想张嘴，可小辉却不管不顾，执意要听。为了满足闺蜜的好奇心，小粉就将上次遭遇的怪事说了出来。那天学校集体出游，晚上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讲鬼故事。就在他们听得入神时，一个能预知死亡的女孩却说，他们中间有人会在明天突发意外而死。小粉感觉不对劲，便在房间四处寻找，没想到却看到一个女鬼倒趴在天花板上，她用手在众人间指来指去，诡异至极。小粉出于害怕就假装没有看见，结果第2天校车就发生意外，导致其中1名同学当场死亡。事后小粉也明白了女鬼的用意。看着小辉现在的熊样，小粉却会心的笑了起来。同时小辉也在鬼故事的催眠下甜甜的睡了过去。可午夜时分，小粉却被阵阵异响吵醒，他急忙起身查看，发现卧室门正被慢慢打开，同时一个恐怖黑影也走进了房间。小粉试图叫醒小辉，可对方睡眼惺忪，根本不想睁开眼。随着黑影的越来越近，小粉也终于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。随着这个故事的结束，我也很快完成了第3个小创作。闲暇之余，我问道：진짜 귀신 얘기하면 정말 귀신들이 모여? 네, 여기에도 이미 여럿 와 있어요. 结果下一秒，客厅的灯光就全部熄灭。我本能的转头看去，还好刚才只是一场噩梦。我看了看眼前正常的灯光，意识到刚才的噩梦耽误了时间，于是又安排小爱同学继续讲恐怖故事。这是一个关于鬼压床的真实故事。深夜，女人正准备休息时，突然收到了老家母亲打来的电话。原来母亲梦到女儿发生了意外，所以便打来电话询问一下。女人觉得母亲封建迷信，随便敷衍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，随后便趴上沙发拿出手机看了起来。可气的是，还没刷2分钟，身后的房门就自行打开了一道缝隙。难道是房间里来了不速之客吗？女人害怕不已，慢慢转头看去，发现房门依旧是关闭状态。在确认安全后，她又开始扒拉手机，结果下一秒电视却突然开启，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女孩不想被吓死，关闭电视后就钻进了被窝。此时已是午夜12点，可她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女人却大叫着睁开眼，她意识尚存，但全身僵硬无法动弹，好似遭遇了鬼压床一样难受不堪。这时卧室的房门再次被缓缓打开，同时一个长发女鬼也慢慢爬了出来。女人见状默念圣经祷告，只可惜却毫无卵用，女鬼还是来到了自己跟前。就在2者接触的刹那，女人却从沙发上猛然坐起，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，她才知道那是一场噩梦，于是就又准备倒头大睡。不料真正的恐怖却在此时登门造访。小爱同学的第4个故事已经讲完，同时门铃声也再度响起。我循声过来查看，却发现监控里空无一人。就在我疑惑之际，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又突然响起。我赶紧询问对方是谁，可等来的却是一片死寂。于是我便打开房门查看，也同样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对此我只得无奈地关上门，却不知何时家中又多了一个恐怖身影。我来到电脑前抓耳挠腮继续创作，可最后这个故事又该从何说起呢？为了犒劳那些能看到这里的粉丝，我决定让小爱同学讲个更刺激的故事。夜深人静时分，男人背着背包偷摸钻进女厕行事。他不是管道修理工，而是变态偷窥狂。来此主要是免费安装摄像头，不管是头顶还是脚底都统统安了个遍，而且是每个蹲坑都不放过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全程无死角。就在他收工准备撤离时，却听到隐约脚步声慢慢靠近。为了不被抓个现行，男人只好返回蹲坑，把门锁了起来。没想到这个美女却专攻这个关门的蹲坑，男人礼貌地示意对方离开，结果等来的却是一阵地动山摇的撞击。这一骚操作下的男人当场蒙圈，难道是碰到了对手不成？就在这时，灯光突然全部熄灭，同时男人也感知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当听到对方进入其他蹲坑时，他急忙起身开溜，却发现门早已被牢牢顶死，根本出不去。接着就上演了更加恐怖的一幕。
就此5个故事也完美杀青，我暗自窃喜，希望点赞突破100万。然而就在我保存文案时，电脑却突然死机。难道一夜的心血要付之东流吗？我气急败坏的一顿疯狂输出，这时灯光突然熄灭，我不知所措，怯怯的愣在原地。这时小爱同学又再次自行启动，他说他还有好多恐怖故事没讲。下一秒电脑就突然关机，看着眼前的黑屏，我崩溃至极。可小爱同学却发出阵阵笑声，我惊恐的抬起头，却看到了此生最难忘的一幕。电影最后，小爱同学又说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话。 가장 무서운 얘기. 오늘은 월, 료, 일입니다.